限制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芯片了。你可能觉得我在胡说八道，毕竟所有人都在抢英伟达的 GPU， 都在说谁有更多的芯片谁就能赢下 AI 战争。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真相，现在美国的很多数据中心已经出现了有芯片没电的尴尬局面。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搞懂 AI 竞争的下半场到底在拼什么，你会明白为什么 Sam Altman 把自己一半的身家都砸进了核能，你会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公司如何用两种完全相反的路径去争夺这个价值万亿美元的市场。最重要的是，你会避开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关于 AI 能源的炒作和误判。现在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未来10年决定 AI 公司生死的是手里有多少 GPU， 还是手里有多少稳定的电力？把你的判断和理由写在评论区，我会挑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你深入讨论。我之前也和你一样，以为 AI 的瓶颈永远是芯片，直到我看到一组数据才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现在美国有超过 30% 的新建数据中心都因为电力容量不足而无法投入使用。有些公司甚至已经把 GPU 运到了数据中心，安装调试好了，结果电网公司告诉他们要等2029年才能给他们供电。你算算，2029年现在的 H100 早就过时了，到时候这些花几亿美元买来的芯片连废品都不如。你能想象这种场景吗？全世界最聪明的一群人研发出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结果最后被最原始的问题卡住了。没有电，再厉害的芯片也只是一堆会发热的石头。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AI 的算力需求现在是每 3.4 个月翻1倍，也就是说今年你需要100兆瓦的电，明年这个时候你就需要400兆瓦，后年就是1600兆瓦。而传统电网要新增100兆瓦的容量至少需要5年时间，你想想这怎么可能跟得上？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矛盾， AI 的发展速度是指数级的，而电力基建的发展速度是蜗牛级的。如果这个矛盾解决不了，那么 AI 的发展迟早会撞上一堵硬墙，而且这堵墙比任何芯片禁令都要坚固。那怎么办呢？有人说我们可以建更多的太阳能电站和风电站啊，但问题是太阳能和风能都是不稳定的，白天有太阳，晚上没有，有风的时候能发电，没风的时候就停摆。而 AI 数据中心需要的是24小时不间断的稳定电力，1秒钟都不能停。你总不能让 ChatGPT 晚上太阳下山了就停止服务吧？有人说那我们可以建更多的火力发电厂啊，但现在全世界都在搞碳中和，火力发电厂的审批越来越严，而且碳排放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周期也很长，同样跟不上 AI 的发展速度。那有没有一种能源既稳定又清洁，建设周期还短，而且可以大规模复制呢？答案是有，而且很多人可能都没想到，它就是核能。但我说的不是传统的那种大型核电站，传统的核电站就像一个超大号的发电厂，占地几千亩，投资几百亿美元，要建10几年，而且审批极其严格。这种核电站显然解决不了 AI 现在的燃眉之急。我说的是一种全新的核能技术，叫做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SMR。很多人可能对 SMR 还不太了解，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给你解释一下。传统的核电站就像是在现场手工建造一个超大号的轮船，每一艘都不一样，每一艘都要花10几年的时间，成本根本控制不住。而 SMR 就像是在工厂里标准化生产轮船的模块，然后运到现场组装起来，所有的模块都是一模一样的，生产效率高，成本可控，而且建设周期大大缩短。一个传统的大型核电站功率大概是1000兆瓦左右，占地需要几千亩，投资需要几百亿美元，建设周期需要10到15年。而一个 SMR 功率大概是10到100兆瓦左右，占地只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投资只要几十亿美元，建设周期只需要2到3年。而且 SMR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安全性。传统的核电站一旦出问题，影响范围非常大。而 SMR 因为体积小、功率低，采用了被动安全设计，即使出现最严重的事故，也不需要外部的救援，自己就能冷却下来，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但你知道 SMR 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吗？它可以直接建在数据中心旁边，不用经过电网，直接给 AI 集群供电。这个概念叫做隔墙部署，英文是 behind 减 the 减 meter， 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不用再等电网公司给你拉电线，不用再等电网扩容，你自己在数据中心旁边建一个 SMR 发的电，直接供给数据中心使用。这样一来，你就彻底摆脱了对传统电网的依赖，而且电力的传输损耗几乎为零。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未来的 AI 公司不用再抢着去电网容量充足的地方建数据中心了，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建数据中心，只要旁边有一个 SMR 就行。这彻底改变了整个 AI 行业的地理格局，也彻底改变了整个能源行业的商业模式。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让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角度，那就点个赞，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个视频。现在 SMR 这个赛道已经吸引了全世界最聪明的资本和最有野心的公司，其中有2家公司最具代表性，他们用2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去争夺这个万亿美元的市场。这2家公司，一个叫做 Oklo， 另一个叫做 NuScale。我们先来说 Oklo， 提到 Oklo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 Sam Altman。Sam Altman 是 OpenAI 的 CEO， 也是 Oklo 的最大个人投资者。他不仅自己投了很多钱进去，还拉着 OpenAI 一起投资了 Oklo。很多人说 Sam Altman 投资 Oklo 是为了炒作，是为了给自己造一个新的概念，但我觉得这些人根本没有看懂 Sam Altman 的布局。你想想，如果 OpenAI 未来的算力需求真的像 Sam Altman 说的那样，每18个月翻10倍，那他根本找不到足够的电来跑这些模型。现在 OpenAI 的 GPT-4 已经需要几万张 H100 来跑了，未来的 GPT-5、GPT-6 需要的算力会是现在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到那个时候，别说电网扩容了，就算把全世界所有多余的电力都给 OpenAI， 可能都不够用。所以 Sam Altman 投资 Oklo 根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如果 Oklo 的 SMR 能够成功商业化，那么 OpenAI 就拥有了别人无法复制的能源优势。到那个时候，其他的 AI 公司就算有再多的 GPU， 没有电，也根本无法和 OpenAI 竞争。这才是 Sam Altman 真正的野心。他要的不是在 AI 比赛里跑得比别人快，他要的是直接把别人的跑道给拆了。Oklo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根据他最新的财报， Oklo 现在手里有 2.5 亿美元的现金。你可能觉得 2.5 亿美元对于一个核能公司来说不算多，但在这个行业里，现金就是命。核能行业有一个著名的商业化死亡谷，很多公司都有很好的技术，也有很好的想法，但他们都死在了从研发到商业化的这段时间里。因为核能的研发周期太长，烧钱太快，而且在没有建成第一个商业化项目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绝大多数公司都没有足够的现金撑到那一天。但 Oklo 不一样，它解决了这个最致命的问题。它是怎么解决的呢？靠的是大客户的预付款。去年 Oklo 和 Meta 签了一份协议， Meta 给了 Oklo 一笔预付款，预定了 Oklo 未来的电力。具体的金额没有公布，但据业内人士估计，这笔预付款至少有几亿美元。这个动作比任何数据都更有说服力。Meta 是什么公司？它是全世界买 GPU 最多的公司之一，它比任何人都清楚 AI 需要什么。现在他宁愿提前付钱给一个还没建成反应堆的公司，也不愿意等电网扩容。这说明什么？说明稳定的电力现在比 GPU 还要稀缺。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不止 Meta， 现在几乎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在私下里和 SMR 公司接触，想要预定未来的电力。谷歌、亚马逊、微软没有一个例外，他们都已经意识到了未来的 AI 战争本质上就是能源战争。Oklo 走的是一条非常激进的资本路线，他利用 Sam Altman 的光环吸引了大量的资本，然后用大客户的预付款解决了现金流问题，让自己能够撑到第一个商业化项目建成。这条路风险很高，但一旦成功，回报也会非常巨大。那另一家公司 NuScale 呢？它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NuScale 的核心优势不是资本，也不是明星创始人，而是监管牌照。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获得了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也就是 NRC 标准设计批准的 SMR 公司。很多人不知道，在核能行业，监管牌照比技术本身更值钱。美国的 NRC 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核监管机构，没有之一。要拿到它的标准设计批准，需要经过10几年的审核，提交几十万页的文件，花费几十亿美元的成本。在 NuScale 之前，没有任何一家 SMR 公司能够拿到这个批准。很多公司的技术看起来比 NuScale 更先进，但就是因为过不了 NRC 这一关，最后只能倒闭。所以 NuScale 手里的这个牌照就是一条极深的护城河。在未来至少5到10年里，它在美国市场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因为其他公司就算现在开始申请，等到拿到批准，也已经是2030年以后的事情了。但 NuScale 做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决定，很多人都不理解。他放弃了原本计划使用的先进黑钼燃料，转而使用传统的钼燃料。哈钼燃料是高丰度低浓油，它的能量密度更高，燃烧时间更长，产生的核废料更少。很多第4代核能技术都是用哈钼燃料的。而 LiU 燃料就是传统核电站使用的燃料，技术成熟，供应充足，但能量密度相对较低。
很多人批评 NuScale 说他为了商业化放弃了先进技术，走了回头路，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也非常务实的选择。你想想，海陆燃料现在全世界几乎没有商业化的供应，如果 NuScale 坚持使用海陆燃料，那么就算它的反应堆建好了，也没有燃料可以用，到那个时候它还是一个失败的公司。而 LiU 燃料就不一样了，全世界有成熟的供应链，价格稳定，供应充足。NuScale 改用 IEU 燃料，虽然牺牲了一点技术先进性，但它换来了更快的商业化速度，换来了更低的风险，换来了更高的确定性。在核能这个行业，稳健永远比先进更重要。很多公司都在吹自己的技术有多牛，但技术再牛，如果不能落地，不能发电，不能赚钱，那就是一堆废纸。NuScale 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路。现在 NuScale 已经有了很多潜在的客户，包括美国的公用事业公司、政府机构，还有一些科技公司。它的第一个商业化项目计划在2029年建成，为犹他州的一个公用事业公司供电。如果这个项目能够成功，那么 NuScale 就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实现商业化的 SMR 公司，它的价值将会不可估量。现在我们有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公司，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Oklo 激进，靠资本和大客户开路； NuScale 稳健，靠监管牌照构建护城河。你觉得最后谁会赢？先别急着下结论，因为在核能这个行业有一个魔咒，几乎没有人能够打破，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核电项目都会超支，而且都会延期。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建设成功不等于商业成功。核能行业的历史就是一部超支和延期的历史。我给你举个例子，法国的弗拉芒威尔核电站原本预算是33亿欧元，计划2012年建成，结果最后花了190亿欧元，延期了12年，直到2024年才开始发电，超支了将近6倍，延期了12年。还有美国的沃格特勒核电站，原本预算是140亿美元，计划2016年建成，结果最后花了340亿美元，延期了7年，直到2023年才开始发电。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核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项目的延期和超支，而且核能的监管极其严格，任何一点不符合要求的地方都要推倒重来。SMR 虽然号称是模块化生产，成本可控，建设周期短，但它毕竟还是核能，它同样要面对复杂的工程问题，同样要面对严格的监管，同样有可能出现超支和延期。现在市场上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用 AI 的速度来炒作核电。很多人觉得 SMR 会像 AI 一样，1-2年就能爆发，3-5年就能普及。但实际上第一个商业化的 SMR 项目至少要到2029年才能真正发电，而 SMR 要实现大规模的推广，至少要到2035年以后。这就是现在最大的泡沫所在。很多人把 SMR 当成下一个 AI 概念股来炒，觉得只要沾上 SMR 的边，股价就能翻几倍。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核电是一个长周期的基建行业，不是一个可以快速变现的互联网行业。如果你用炒 AI 的心态来炒核电，那么你大概率会亏得血本无归，因为 AI 的发展速度是按月算的，而核电的发展速度是按年算的，你可能等不到它爆发的那一天就已经被市场淘汰了。那这个行业真正的决胜点是什么呢？不是技术有多先进，不是资本有多雄厚，也不是牌照有多稀缺，真正的决胜点是谁能把电稳定长期低成本的卖出去。很多人都在讨论技术，讨论牌照，讨论资本，但其实这些都只是入场券，真正决定胜负的是你的发电成本。如果你的发电成本比传统能源高，那么就算你的技术再先进，也不会有人买你的电。而且核电的商业模式是长期合同模式，一般来说核电公司和客户签的供电合同都是20年甚至30年的长期合同。这意味着你不仅要现在能以低成本发电，还要在未来20到30年里一直能以低成本发电，这就对公司的运营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你不仅要能把反应堆建起来，还要能把它运营好，控制好成本，保证它能安全稳定的运行几十年，这才是核能行业真正的门槛。很多公司能建反应堆，但能把反应堆运营好的公司少之又少。所以我一直说，对于 SMR 这个赛道，我们要保持谨慎乐观。我们要看到它的巨大潜力，但也要看到它的巨大风险，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盲目看空。我们要关注确定性，而不是关注炒作。什么是确定性？对于 Oklo 来说，确定性就是它能不能按时建成第一个反应堆，能不能兑现和 Meta 的合同。
对于 NORSCALE 来说，确定性就是它能不能控制好第一个商业化项目的成本和工期，能不能按时发电。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他们就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导者，获得巨大的回报。如果他们做不到，那么他们就会和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核能公司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讲到这里，如果你不想错过后面关于 AI 能源的深度分析，不想错过这个赛道的确定性机会，那就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每次更新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最后，我想和你聊一点更宏观的东西。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觉得能源是一个成熟的没有想象力的行业。我们觉得能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互联网，是人工智能，是生物科技，但 AI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AI 是一个能源密集型的技术，它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随着 AI 的不断发展，人类对电力的需求将会呈指数级增长。未来，能源将会重新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基础、最重要也最昂贵的资源。谁控制了能源，谁就控制了 AI， 谁控制了 AI， 谁就控制了未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科技巨头都在疯狂的布局能源，这就是为什么 Sam Altman 把自己一半的身家都砸进了核能，这就是为什么 SMR 这个赛道会成为未来10年最具想象力的赛道之一。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能源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投入。它不会像互联网一样一夜之间改变世界，它会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充满风险的过程。当 AI 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能源基建的发展速度，当全世界的科技巨头都开始抢电，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我相信未来的10年我们一定会看到答案。如果你想持续关注这个问题的答案，想持续了解 AI 能源这个赛道的最新进展，订阅我的频道，我会一直在这里为你拆解最核心的逻辑，为你寻找最有价值的机会。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涉及投资的决策都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之后再做出。